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老姚讲风水，我是老姚。今天我们讲上海的风水局。说到上海，在解放前，那是人所共知的十里洋场，古今往来，无数人在惊叹这座城市的繁华与富庶。其实，除了地理位置、经济实力、文化底蕴等因素外，上海还藏着一个有趣的秘密，那就是传说中的金蝉进宝地图。据说上海的地理格局与风水中的金蝉进宝不谋而合，仿佛这座城市天生就自带招财进宝包袱。这种说法乍一听颇有点牵强的神秘色彩，细修起来，却也能从城市的规划与发展的角度品出几分门道。把地图倒过来看，上海这一块神似一只坐宝溪水的金蝉。金蝉在风水中的象征意义是招财纳福，是传统风水中的瑞兽，象征财富聚集，尤其与商业财运相关。其形象常为三足口含钱币寓意，图宝发财。在风水学说中，水与财是紧密相连的，因为水主财，而上海作为临江滨海的城市，天然具备水聚财的格局。看看上海自然形成的地理与风水格局优势。上海地处长江入海口，黄浦江穿城而过，形成浦西与浦东的天然分界。河流在风水中代表财脉，上海城内外的水系分布图就是奇妙的聚财形态，能够汇聚四方财气。陆家嘴金融区、东方明珠、上海中心大厦等地标建筑群，形似金蝉吐钱中的钱币一堆，起到强化财气倒灌的意象。现在知道为什么小日本的九局一派要对上海的风水动刀子了吧？他们在陆家嘴建造军刀楼，就是意图斩断上海的黄浦江龙脉。上海浦东属木主发展，浦西属金主财富，结合现实想想看，是不是有点意思？金蝉吸水的格局，金蝉吸水纳财之势，避免了反攻水、河流弯曲如弓被冲射的煞气，形成了金蝉抱水形态，可以强化上海的财气聚集效应，尤其利于金融贸易等领域。从风水角度看，上海的地形仿佛与金蝉进宝有着天然的契合。太湖就像金蝉的眼睛，深邃而明亮，而浦东南汇嘴的人工滴水湖则像是金蝉的鼻孔。这种独特的地理格局，仿佛为上海赋予了招财进宝的天然优势。上海的滴水湖可是金蝉吸水进宝的点睛之笔。上海有一段时间因为大规模的开挖建设，导致财脉气流组织经过749局的高人指点，开挖了滴水湖，也就是金蝉的鼻子出气孔，气顺了，财脉也就通顺了。它是风水意义上典型的呼吸口。从高空俯瞰滴水湖圆形轮廓与上海整体地理形态相呼应，也被誉为上海之眼，象征上海作为经济中心与海洋连接的呼吸口湖中设置的北岛、西岛、南岛等3座岛屿，以及环湖60米宽的园林带，在风水学中类似瞳孔与虹膜结构，形成能量汇聚与循环的节点，赋予区域灵动之气。滴水湖位于长江与钱塘江交汇处，是上海最早迎接日出的地方。这种水陆交汇的格局，在风水中被为气口，承担着吸纳自然能量、平衡城市发展的功能，如同生命体的呼吸系统，调节城市的能量流动。滴水湖作为人工淡水湖，可以调节水循环与气候，对于上海能够起到城市绿肺生态功能上的呼吸作用。从现实角度看，上海的经济繁荣也与金蝉进宝的寓意不谋而合。上海是中国的经济中心之一，金融贸易、航运等行业高度发达。陆家嘴金融区的高楼大厦，就像金蝉身上的金币熠熠生辉，而上海的港口优势，更是让这座城市成为全球贸易的重要枢纽，仿佛真的在进宝一般，围绕着金融核心。上海的产业布局如同金蝉生长的肢体，有序且多元。从高端制造业到科技创新产业，从文化创意领域到现代服务业，各个产业协同发展。例如张江高科技园区，聚集了大量的科研企业和创新人才，是上海科技创新的重要引擎，为城市的长远发展动力恰似金蝉的力量源泉。此外，上海的商业氛围浓厚，消费市场活跃，无论是本土品牌还是国际品牌，都能在这里找到了广阔的市场。这种经济活力与金蝉进宝的寓意相得益彰，让上海的财富源源不断。上海的交通网络四通八达，地铁、高铁、航空等多种交通方式将这座城市与世界紧密相连。
仿佛在不断吸财和进宝上海的富庶天机，不仅在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经济实力，还在于这种独特的文化寓意。金蝉进宝的传说虽然带有神秘色彩，但也从侧面反映了上海这座城市与财富的深厚渊源。上海能够经久不衰，虽不能简单归结于地图形势金蝉进宝这一项，但从城市的地理优势、科学规划、产业布局以及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完善来看，众多因素相互交织，共同铸就了上海的辉煌。这一切恰似那金蝉进宝背后蕴含的丰富财富与无限生机，推动着这座城市持续前行，书写着长盛不衰的传奇篇章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。本频道会持续更新近期风水玄学解析，我们下期见。